朋友们好，我是石头，大家还记得吧？在年前，我在半山腰拍了一栋房子，当天是杭州的大哥带着他的老父亲，大概1000多公里开车过来看了那栋半山腰的房子。视频发出来之后啊，几千条评论留言，很多人都想买这样的房子，用来隐居养老。所以基本上这段时间啊，每天都会在私信里面收到很多留言，大家都想找一些几乎山顶啊或者半山腰一些房子，一些闲置房，把它买下来，通过改造，最后在这边用来养老。那为了满足大家，今天我们就来到大山里面来看一座房子。那这座房子呢，也是很简陋，长时间没有住人，房子破损的也是比较严重，但是这栋房子啊也是可以卖的，地理位置也是非常不错。接下来我们从整栋房子刚刚入口的位置给大家一镜到底来拍，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我刚刚在村里面转了一圈，整个村子里面有10多户人家，有砖房有木房。这是进村的马路，大概宽5米左右，水泥路面。那我感觉这栋房子可能没有去年我们看的那栋房子环境这么好，但是也不会差得太多。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寨子啊是建在半山腰之上，那边是有2户人家，在那背后啊还在建房子。那我们要去看的这栋房子呢，就在镜头的前方，算是一栋独门独院的房子。房子的背后啊是一条进村的马路，这边是可以把车子直接开到院坝的。房子的旁边，也就是左手边有一块菜地，当然现在没有种，已经荒了。在底下有些稻田，我们慢慢的走进去给大家看一下。在这边啊，我还发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这些房子啊基本上是怎么说呢？有句话说的，人鬼同住。什么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栋房子的背后啊，就有1、2、3、4座坟墓，这边还有一座坟墓。我发现整个寨子好像都是这个样子的，好多房子的周边啊都是坟墓，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这是一个土家族的村子哦，在我们苗族好像没有这样的现象，他们这边就不懂了，喜欢把坟墓呢直接是葬在房子的边上，那边还立着碑呢。所以说胆子小的一些朋友啊，可能还不敢在这边居住呢。实际上这栋房子的视野啊，包括地理位置都挺不错的。这边距离县城有25公里，距离镇上有10公里，交通也是挺便利的。基本上在这边生活啊，要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都会去镇上，都可以买得到。而且这边的村民啊也挺淳朴的，家家户户啊都养着鸡鸭，还养猪呢。自己种些稻田，吃的都是绿色无公害的食品。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栋房子的背后啊是有一小块菜地的，还种着菜呢。当然这也是邻居家种的。现在这栋房子是没人居住，房子已经闲置了很长时间了。里面种的有些萝卜呢、莴笋，还有大白菜。到清明啊，这些坟墓应该还会有人过来祭拜的。真的是，想不通这个什么原因。那这边的地大概也有2、3分左右吧，把它清理出来，种点菜还是挺不错的。要是独门独院的一栋房子，距离邻居太远，那可能真的不敢住。但是这边邻居那么多，好像也不用担心啊。这是邻居家在这边育苗，应该是一些桃树苗吧。
全部围起来了，防止一些鸡鸭可以爬进去。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栋房子的前面，这是整个院坝，大概有80来个平方左右，做了一个简单的水泥硬化。在门口是有一棵梨子树的，地理位置很高。我们先走到院坝这块区域来看一下，底下有稻田，当然现在田里面是没有水，在那边还有些土。只要清明左右就会下雨，这些稻田啊都会把它全部耕出来，要种上稻谷的。这边的地理位置很高啊，一眼可以看到对面的大山。当然今天有点雾蒙蒙的，看不太清楚。几乎是建在山顶之上的一栋房子了。那边有些土，种的有些菜。这边好像也是一棵李子树吧。这是一棵我认识茶油，我们这边啊油茶树，每年都会结籽的。房子的右手边是有一棵野板栗的，就是那一棵。这边是有一座土坎，大概有高3到4米左右。他们家的厢房是从这边走进去的。这是一栋3开间的木房子，楼层高度有4米左右，开间也是4米左右，挺宽的。2楼是堆放杂物，1楼是住人的。房子很简陋，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装修，只是用一些墙板把它隔开了，里面可以住人。但是整个房子里面是做了水泥的硬化，打扫一下，如果不太讲究也是可以住人的。当然我觉得这么好的地理环境还是需要好好的去弄一下，好好的装修一下，住着啊会更舒服一些。主要是门口的视野特别好，挺安静，距离邻居家也有好几十米，不会有人打扰自己的生活。转一圈，我们也是无法进去的，因为这边是没有钥匙啊。这户主人家都是在外地务工，只有通过他的邻居找到了号码，和他谈了一下，房子他准备想出售了，因为在城里面也买了房，这栋房子啊再保留下来没人管理，最后啊也是倒塌，所以说他想把房子出售了，以后可能就不想回来了。那你们觉得这栋房子究竟怎么样啊，朋友们？这边是通水通电还通网络，喝的也是自来水。这处厢房也是他们家的旱厕吧，从这里面进去我们就不去看了，基本上这边就没有空余的地了，只有房子的左手边是有一块空地的。这栋房子也是单挑手啊，双挑手呢，2块挑手，和我们家的那个房子差不多，但是楼层高度没有我们家那么高。房子整体的结构倒是挺不错的，也是一栋5住9的房子，进深大概有8米到9米，里面是有5个房间，1个客厅，加上一个偏房，可利用的空间还是挺宽的。这栋房子啊，每几年都来检修一次，所以说房子虽然没有住人，但是整体保持的还是挺好的。房子的大门，也就是这块区域是没有装修的，只是用板子把它稍微隔住了一下。从这个位置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这栋房子它的领子还是有点坏掉了。堂屋正门口的这块区域
它是有点往下沉的，说明啊这些领子可能是其中的一根已经是断掉了，挺可惜的。但是这栋房子我感觉要比我们河边改造的那栋房子整体情况要好了许多。当然改造的难度估计也不会特别小，因为要想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估计还是要花费不少的一个成本。我前前后后仔细看了一下这栋房子，我觉得它的改造难度应该要比我们河边那栋房子要小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这栋房子大部分的地方都还是挺好的，只是它的2楼啊没装修好，这些墙板啊当然有些地方是要换掉。这边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通车，所有的材料可以拉到院子里面，这样子啊就节省了不少的人工费用。其实这些木房子啊看着挺黑的，通过打磨了之后重新上漆，这些木头就会发亮，也挺好看的。大家还记得我们改造河边的那栋房子吗？之前我们来的时候整体的结构还没这么好呢。这栋房子背后是重新加了一个偏房，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本来啊这栋房子的整个屋檐滴水就是在这个位置的，后面是重新加了，大概加了2米多，接近3米左右，把整栋房子的进深加宽了这么多，所以房子也是比较大，多出了几个房间。大家都比较好奇啊，我在这边拍视频，问我在干嘛呢？实际上这样的情况我是遇见的比较多，所以我都会把我的来意告诉大家，大家也都挺理解的。毕竟啊，在农村里面闲置的房子这么多，通过我的视频，把很多房子都找到了它新的主人，不至于啊让这样的老房子最后坍塌倒下。确实为大家也做了一些好事吧，所以我走进村子里面，大家都挺热心的。视频的最后啊，我们站在院吧，再来环视一下四周的环境，视野真的很好。我得在想了，到了傍晚买上一个躺椅，就在这个角落，静静的看着远方，喝着茶，静坐冥思，挺好，挺安静。当然一定要静得下心的朋友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对不对？好了，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是石头，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个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朋友们好，我是石头，现在是上午6点半钟左右，太阳已经升了很高了。昨天晚上呢，又来到了山里面，这处地方的环境还是挺好的，和几个朋友在这边露营。早早的他们要上班，就先下山了，所有的装备呢，我们全部都收好了。那之前有很多朋友在私信里面给我留言，问我湘西这边有没有一些废弃的农庄之类的，想在这边呢给它开发出来，然后呢做一处休闲养老的地方。那昨天晚上我们露营的这处地方呢，以前是一处知青场，在90年代左右呢，这边是养马的，所以在我们当地很多人
口中说出来的就是一处马场。现在呢已经荒废很多年了，但是这边呢距离县城很近，将近也就1.5公里左右，而且是在山上，环境是格外好的。底下呢就是著名的古苗河景区，交通啊也是非常便利。平时闲暇之余啊，城里面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在晚上跑到这边露营烧烤。那这样的一处地方呢，我就转个镜头给大家看一下。镜头前方的这处雕像是我们苗族祖先蚩尤，在这里呢立了一个雕像，底下呢就是著名的古苗河景区。其实站在这个位置，可以听见底下的水流声。如今这里荒废多年，到处啊都长满了杂草。整个山头将近有20多亩地。以前这里是一个织青厂，后面呢改成养马的。如今还剩下2栋房子，其中有栋房子呢是很破旧的，有栋房子呢现在里面关着牛，有位老大爷在这边养牛。这里呢之前还做了硬化，以前也是有房屋的，但是后面呢陆陆续续啊没人管理，房屋结构都已经倒塌了。其实场地还是很宽，挺不错的。那我们现在慢慢走过去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周边呢，零零散散的有些砖房子，这里的海拔将近有400米左右。其实到夏天啊还是挺凉快的，车子是可以开进来的。昨天晚上我们的车呢就已经开到了这边上，我的朋友们啊都下山了。修的呢也是毛坯路，铺的是沙石，下雨天也是挺好走的。其实啊，附近的山上很多野生的蘑菇，前一段时间啊，城里面好多人到这边采蘑菇呢。我们这边每到大概9月份左右就会长很多蘑菇。我们现在目视的这一大片都是以前织青厂的范围之内，以前是有很多房子的，可惜啊没人管理，都已经坍塌倒掉了。在那里啊本来是准备建一座木房子的，所有的木料结构呢，主体的架子都已经搬过来了，但是呢房子是没有建，全部堆放在那里。走过去给大家看一下吧。像我们家的那栋木房子啊，实际上也是这样的一大堆材料组装起来的，全部做的呢也都是榫卯结构。这样的一栋木房子主框架将近要8万多块钱左右。看这些立柱啊，还有方子、领子，都是很大一根的，材料呢也是非常好。这边啊堆放的时间比较久，有些木料呢已经是开始坏掉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春木，都变色了。其实啊给它重新立起来的话也是挺简单的，叫上10来个师傅就可以把这栋房子立起来了。而且这些木料呢重新打磨，颜色呢就会很亮，上了油漆也是很漂亮的。木房子呢这一点就比较好。平时啊来这边露营的人比较多，所以地上的垃圾也是比较多。看那边就是县城了，直线过去也就不到1000米吧，
几百米的距离。我的车就停在这里。其实啊，约上几个朋友，喝点小酒，晚上到这边露营还是挺不错的。早上呢，还可以看日出。那边是东方。这边啊也不缺水，在山里面到处都是山泉水。虽然这边没有大江大河，但是山里面的泉水还是挺丰富的，直接用管子给它牵引回来就可以了。这是一栋很破旧的房屋，以前呢也是知青厂的，现在整栋房屋的屋顶都看不到了，只剩下了一些残垣断壁，而且这些墙面啊都破损得非常严重，如果要住人的话，基本上要推倒重建了。这是一棵板栗树，也是本地的板栗品种，树龄呢将近有70-80年左右，上面还结了很多李子。当然，树龄老的梨树啊，结的果子呢是不好吃的。房子里面都已经长满了杂草，现在无法进去。从这边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待会儿呢我们再走到那边去给大家看一下。整栋房子呢将近有170-80个平方左右，内部的空间很宽，开间将近有10米，进深将近有10米，开间呢有接近20米左右。其实给它修出来的话是非常大的一个大厅，在这里面做农庄的话，我觉得倒是挺不错的。这边是养牛的大叔所养的一些土鸡，都是放在山里面到处跑。那一间屋子现在是关着牛，结构都还挺好的。底下呢有些地，今年是种了些玉米。这边啊进入的道路呢将近宽6米到7米，路还是很好走，全部都是柏油路面。房子的整体结构依稀可见，窗户那边也是窗户，在这底下开了一处小洞，不知道以前这个房子是用来干嘛的，可能会有200多个平方，刚才我说170-180可能还不止。这里过去有20多米呢，是用红砖砌的房子，外面呢应该是用石灰粉墙。从这边是可以进去的。这样的房子你们还觉得怎么样呢？能不能修得出来，朋友们？这墙体的话，我觉得真的太破旧了，连房子里面都已经长满了杂草。这边还剩下一个屋顶，也快全部坏掉了。其实就按照它这样的一个风格去整改，也是挺不错的。中间打上立柱，然后呢用上一个抬梁，把整个屋顶支架起来，盖上瓦，中间的大厅就非常宽了，做什么都挺好，把它隔出房间也挺不错。做大厅、做农庄、聚会的地方都很不错。当然，如果可以推倒重建的话，也是很好的，可以按照自己的风格去设计，对不对？
占地面积20多亩，还是非常宽的。但是想在这边投资一个农庄，估计这笔费用也不小。我觉得在那边大门的位置做一道铁门，然后整体打上围墙，这个院子就非常漂亮了。后期呢，种些花花草草，很多可以慢慢的去改造装修。整个农庄只要有那么几栋房子，慢慢的发展起来，还是可行的。这条狗一直是对着我叫，对我是有意见吗？看这边以前是有一些蓄水池的，都是以前马场所用的。那边呢，池子里面还有水，可能这位大叔养牛，每天呢牛回来之后会在这边洗个澡。看得出这个马场以前还是有很多房子，要是早个10多年在这边进行改造，可能会是另外一番模样。那边是大门紧闭我们是无法进去了，所以呢，就给大家拍一个外围的结构吧。这也是一棵梨树，上面也结了梨子。那边是一棵柿子树，也结了很多柿子。其实整个房屋的地基都还依稀可见，看这边以前也是一栋房子的地基。可惜了，这个地方没有好好的开花起来。朋友们这里距离县城这么近，如果在这里开一个农庄，做上农家乐，你们觉得会有生意吗？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留言。我是石头，那这期视频呢就暂时为大家拍到这里吧。喜欢我的还请记得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这里有个保护牌，写的是湖南省古树名木保护牌，餐前紫薇，有个编号，树龄的话是1020年，国家一级保护级别，非常名贵的树种了。旁边这棵树呢，不知道是什么品种，但是看起来的话，应该也是一棵古树。有多了，没有好多人呐，都出去打工了还是搬迁了？打工了，打工了。哦，那你们现在这边的话，就种一些田，还种些什么吗？种田，种姜。种姜。哦，你们这边还种姜是吧？是啊。哦。这是先刚路开花到还。哦，这样子是吧？花开没有果子。没有果子没有果子。这一棵紫薇树的树根已经长到了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紫薇树的树根。树根已经非常的粗壮了，1000年的古树了，在这里经历了风吹雨打，它现在的枝叶依然非常的茂密，它的树干非常的笔直。旁边这棵树呢，和它结合在一起了，但是这棵树就不知道是什么树种了。旁边这里呢还长了4、5棵小的一些树枝，现在也长成了大树了。那古树那个卖的。古树
这棵古树好多年就在这里了。那你们整个寨子的话，大概有多少年在这边了？这个村里啊。这底下都是苗寨吗？是苗寨。是苗寨啊。大概有多少户人家？有20多个。这里只有20多户啊？20多户。20多户。你们都是属于苗族。今天犁田准备插秧了。目前还有今年啊，油菜不好了。今年油菜不好。太晚了，下雨下多了。好人多了。这样子是吧？那是不是你们这边下雨的话，哪个时候都是这样子的，好大的雾啊？是的哦。这边的海拔比较高了，我查了一下，好像有800、900的海拔了。好，谢谢你啊。好。哇，我们舅舅啊！哇，切这边。哇，从那边挪了，那边挪了。那边挪就。挪对了。刚才老大爷还告诉我说，现在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一棵紫薇树啊，在7、8年前的时候，就有一位富商来到这里，准备把这棵树发500万，准备买走。但是整个寨子里面的老百姓都不同意，所以说现在我们还有幸能够看到这一棵1000年的紫薇树，非常非常的难得。眼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一棵紫薇树，它的树干的高度的话，好像是超过了25米左右，树干的胸径的话，差不多是接近是2米左右。其实相对于来说，1000多年的其他的树种，可能它的树干可能会更高大一些，但是紫薇它是一个比较难以生长的树种。我看过很多的古树，像到了几百年或者1000年左右的古树它的树皮都是比较粗糙的，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这一棵紫薇树它的树皮是非常的光滑的，它每年都会掉落一层老的树皮，又长出新的树皮。通过这几年的旅行我到过这样与世隔绝、世外桃源的地方非常的多，但是这里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刻。也许可能上来一趟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吧。我开车从山下走到这山顶之上的路程非常的艰难，很多都是悬崖绝壁的道路，只能一辆车通行，非常非常的窄，有的时候遇见一个车都无法让行。来到山上，我看到这里的生活非常的朴素，老百姓牵着牛在田里面耕田插秧。刚才我遇见了一位老大爷，我就问他说，我说怎么村子里面好像都没什么人啊？他告诉我说，现在村子里面已经没有多少人了，很多已经搬出去，年轻一些的身体力壮的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就是老人和小孩。他们平时这里的生活就是种植一些烟草，还有姜，还有玉米、稻谷之类的。其实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这边的房子，他们所建的房子都是在山上把石头拉下来，整个一块一块的石块堆积而成的房子，非常具有苗族的一个特色。好了，朋友们，如果你们也喜欢这样的田园生活，喜欢石头的视频，请记得点个赞，点个关注，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啦，拜拜。